别哭了，等会儿我赢给你看，等着帮我庆祝吧。崇利明，
快点啊！崇立明，你别蹬鼻子上脸。怎么了？不就亲？行行行，不亲就不亲吧。你说我……哎，玛丽怎么在？哎呀！爷，厉害，厉害！我喝酒，来，你别喝了，李书记，伤还没事。来，哎，阿义，听说我去抽签的时候，你们有人夸我了。苏先生听你讲了几句好话。你们革命党不就是希望我出丑吗？你今天参加的是万国争雄大赛，这件事情事关中国的荣誉跟民族的荣誉，不分你我，不分阵营。你们看这小子，说话越来越像周爵了，是不是？有点，真有点。哥，你这次为什么参赛？哥为什么参赛？这个问题问得好。洋人在我们中国人的地盘上举办万国争雄大会，但是却不让中国人参加。你觉得我能咽得下这口气吗？是中国人都咽不下这口气。说得好，说得好，干一个，来，干一个。爷，你少喝点。没事，爷开心。哥，洋人在中国的土地上作威作福了那么多年，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人不够团结，才让他们有了可乘之机。当初你们同意君主立宪的话，不就团结了吗？我们是会以更先进、更文明的方式进行，而且你们的共和都快达成了，是吗？哥，我不是这个意思。阿姨，咱们兄弟们一起喝酒，不聊这些不开心的事，咱们就大口大口的喝，什么都不想，行吗？行，今天你赢，我不说别的。来。周立明，他赢了吗？他的伤怎么样了？青春与腐蚀中开张，绯红的颜色，时间不曾对谁擦印，也只能经过背对命运，面对我，我懂你身不由己，如梦浮生，谈是非。曾风波，我愿意陪你不
在这等我。被现实撕裂又缝合，我拱手余生的云交锋，换你前路漫漫不再曲折，有人陪伴着。谢谢。临行前只剩一首绝歌。听说崇立明的比赛门票已经炒到了50亿张，那还是最外围的票呢。谁不想看看咱们中国的勇士痛扁洋果呢？走，买票去，走。怎么，舍不得他走吗？你这是何必呢？万一他没忍住，不就前功尽弃了？崇立明，你知道的，别的我都不在乎，但是我不可以再看着你受伤。你什么时候染上毒瘾的？有段日子了，我不该隐瞒你，您责罚我吧。那你戒没戒掉？戒掉就好。相信你已经读过了，不止《时报》，现在几乎所有的报社都将这条新闻设为了头版头条，街头巷尾人人都在议论崇立明，热度可盖过了这次和谈。我刚和法国公使通过电话，他们的立场可能有所改变。哎呦，这个一场比赛何至于此嘛？玛丽小姐啊。这个抽签仪式上，您也看到了，不是我们，而是那些居心叵测的南方代表，他们保了崇立明的参赛资格嘛。可崇立明是你们清廷的人，他参赛完全是他个人的行为嘛，不能代表我们朝廷嘛。德齐王爷，他可是你们的贝勒爷呀。这么说吧，他这样让我很难办。袁大人还在努力争取我们的合作，让我们多帮清廷说话。这个你应该是知道的。是知道。玛丽小姐，这个崇立明的事情啊，我会处理的。各国公使面前，还烦请您多费点心呐。哈哈哈哈。你能保证崇立明不再参赛？崇立明本身就有伤在身了，他无法继续参赛了。因伤退赛，
这倒是个不错的理由。对，对。我本来一直在琢磨，这个崇立明到底是敌还是友？看他这么对你啊，他应该是把你当朋友了。他那场比赛你看了吗？他赢了那个法国人，算是给中国人争了口气。你也支持他了？在上海，中国人好久没有这么扬眉吐气了。王爷，玉初啊，您这是怎么不进去呢？不进了。崇立明伤怎么样了？还好。哎呀，带伤能打赢法国人，实属不易呀。我看，还是见好就收了吧。见好就收？您的意思是说想让他退赛？你们应该知道，现在正是功成身退的好时机，再比下去，各方面都不好办了。这样吧，玉初啊，他听你的，你先替我去劝劝他，啊。王爷，您亲自下令，比我去说管用。我这点小伤算什么？劳您费心了。这件事情不能勉强啊！接下来的对手只会是越来越强，啊！如果你输了怎么办？到时候颜面扫地，以前的功绩可就全都白费了。我说，我说王爷，您怎么开始关心起我比赛来了？你知道这场比赛背后牵扯多少事情吗？我当然知道了。这次和谈是关乎到大清200年皇权的存亡。但是我打败了洋人，应该是给朝廷长脸呢。你呀，只会让局势越发的对朝廷不利。你别以为洋人就不好面子，我告诉你，法国公使已经向我们提出了严正交涉。我们跟革命党谈，跟他法国公使有什么关系？崇立明，这个时候，你不要在我面前故作无知，好不好？您去跟玛丽斯谈，承诺保证他们的既得利益，还同意新签了通商条例。革命党那边呢，据我所知，他们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承诺。结果呢，洋人在谈判桌上帮您了吗？并没有。这谈判前景啊，您决定不了，他们也决定不了。很多事情特别的复杂，没有您想的那么简单。但是，谈判归谈判，偶尔也要亮一亮拳头，有争有夺有商量，这才叫做谈判。如果一直服软的话，最终啊，什么都得不到。好，你能说，我说不过你，你这，你，爷，怎么了？外面来了2个英国记者，说是要采访你。
我打了洋人，反而别人来采访我，多好啊！采什么访？不许接受采访。你。崇立明，回来，回来！干什么呢？哟，太子爷，啊，我来青帮办点事儿。您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回来还需要向你通报吗？我不是这个意思。听说你这几日没少跟金先生谈论我。哟，太子爷，您这可误会了。您下落不明，我是担心您的安危呀。金先生说你要跟洋人开赌档。哦，是有这么回事儿。远东公司啊，本来就是咱们需要拉。你的想法我没有兴趣，我只是想警告你，洋人见利眼开，不讲情面，你跟他们合作，小心给青帮惹祸。啊，是，这我都知道。你们刚刚的提问有问题，我不是在比赛中受的伤，我是带伤上阵。都受了伤，是什么支持着你一定要继续参赛？因为我要告诉全世界，中国人的拳头是最硬的。你的精神值得敬佩，但在你为国战斗的时候，身边发生了很多事情，你是否感到困扰？比如呢？比如你们蜻蜓的谈判代表好像是吸毒过量而死。这跟比赛有什么关系吗？一场比赛改变不了什么，重要的是南北议和。参会官员做出这样荒谬的事情，你会不会感到失望？失望，或者说依旧相信能够通过一场比赛就能证明中国是强国。行了，你别说了，我知道，我明白你们的意思。那我能反过来问你们一个问题吗？你们刚刚说我们的参会官员因吸毒而死，对吧？是，他是吸毒过量，可他吸的是伏龙散，而伏龙散的原料之一就是可丽林。那么你们的意思就是承认可丽林是一种毒品了，对吗？哎，这是怎么了？没有证据。可丽林是英国生产的，到底合不合法，我们先不谈。我们的代表死在叶蔷薇俱乐部，而叶蔷薇俱乐部正好属于你们洋人的产业。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隐情，到底有什么阴谋，现在我们谁都不清楚。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的就是，这场比赛我一定会参加，而且这个案子我也一定会继续彻查下去，明白了吗？爷，怎么了？这帮洋人以为我没办法对付他们，可妍希，你去通知上海所有的报社派记者过来。嗯。你又要搞什么花样？快去。行。Usually, we wait until the tournament is over to split the profits. The Green Gang controls all the betting venues. We can't monitor the financial receipts, so we need to split the profits. Determined daily. That means the Green Gang's taking all the risk. And what of it? Mary doesn't know about it, does she? Rest assured, you and I are the only ones who know. 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嗯，很好，真棒。啊，来，小朋友们，咱们先去院子里玩，好不好啊？好。走吧，去院子里啊。二位先生，请吧。你准备好了吗？
华诺银行个人支票，才30万，一共收到赌金大约320万两，但大多数都压在英国人和崇利明身上。你的意思，皮诺阿输了比赛，他头上的赌金不计盈利？是的，南海先生。我在中庭等你。都给他了，你能分多少？看他心情。还有件事，把崇利明的赔率改了。那改成多少合适？这得好好算算。The odds are set, but there may be a problem. Chong Li-ming's odds were too high at the outset. If he really wins the tournament, our profits will be cut by at least 70%. If he really wins this championship, we become laughing stocks as the sponsors. Find an assassin. Then if he wins, kill him in the ring. Is that a good idea? What's wrong about it? Remember, find the Chinese killer and do not let him know who hired him. Mary doesn't need to know about this. Understood. “娘，您今天身体好点了吗？”好多了。多亏珍儿啊，处处是关心着我。这珍儿长大了，知道会照顾娘了，真好。娘，您能再跟我聊聊小时候的故事吗？好啊。我记得有一次你带我去放风筝，那天风好大呀，风筝飞得好高，我这一用力就把风筝的线给扯断了。我当时是哭着回家的，你还哄了我好久，对不对？风筝，我怎么不记得我给你买过风筝？你记错了吧？我记得小时候，你特别爱爬树，还有荡秋千，可秋千不结实，你摔了。珍儿，你不记得了吗？娘，只要您记得就行。我觉得好奇怪啊！你小时候是个特别调皮的孩子，你倒是现在会心疼人了。娘，我会一直这么心疼你的。我们就这样好好的在一起一辈子，不会有任何人打扰我们的。对不起，您刚才说的事情太过重大，您能为您说的话负责吗？当然可以了。你们听清楚，可丽莲只是掺杂了一些药物成分的新型毒品而已，
它的成分在英国早就已经被列为违禁药品了，而太和洋行却将大批的存货运到中国进行重新包装之后，再次公开售卖。难道你们真的没有听说过服用可丽林会成瘾的事情吗？确实有相关传闻，但可丽林有正式的进口批文和药理报告。签署进口批文的是海关，海关掌握在谁的手里？当然，这里面的疑点呢，我还没有拿到完全的实证。但是可丽林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你们拿去化验就知道了。药理报告上确实说对人体无害，所以我也打算对这份药理报告的来源进行一下调查。您刚才说的话，等于是在指责远东公司向中国输送新的毒品可丽林，而我们大家都知道，远东公司的背后是洋人。现在是和谈期间，各方关系都非常微妙。您在这种时间提出这么敏感的问题，是否有更深刻的原因？我问你们，你们身边有没有抽大烟的人？禁烟运动已经开展几十年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铲除余毒。如果这次新型毒品可丽林再次流传开的话，我问你们后果是怎样？你们想过吗？我作为蜻蜓代表团的一员，我当然知道和谈的重要性，我也当然知道曝光可丽林会得罪多少人，而且极有可能会对谈判造成不利的影响。但是你们知道吗？如果任由这个东西蔓延，毒害民众的话，这个国家就真的后患无穷了。登，这条新闻一定要登，出了任何问题，我担着。怎么了？崇立明找了10几家报社，披露可丽林是英国输入中国的新型毒品。可丽林成瘾的事情，坊间有传闻，我也听说过。这我知道。可是现在问题在于，他抛出这条消息，摆明了就是要跟洋人对着干。在这个当口，任何一个突发事件，都可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你的意思是，这会影响和谈？崇立明他这么做，会不会是清廷的授意？可是得罪了洋人，对他们能有什么好处呢？不，绝不是。他一旦有了自己的想法，谁都改变不了。不管怎么说，曝光毒品绝对不是坏事。我得赶快告知苏先生。我去找崇立明。阿姨，你要去找他？想要知道他什么想法，最好的办法就是问他。就因为那几个洋人记者挖苦你，你咽不下这口气？咽不下，没别的原因吗？可丽林伤我国民，原本正愁没机会曝光他们呢。前些日子他赢得了比赛，赢得了关注，这种声势怎么不好好利用一下呢？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还是你了解我？哥，我听说上海成为租界之前，一栋楼都没有。但现在上海已经是亚洲最繁华的大都会了。没错。不过你可别以为这里都是洋人的。当初签订五口通商协定，其他地方的人对洋人又怕又恨，上海人却主动跟洋人接触，还不忘从他们身上赚钱，也不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上海建成现在这个样子，绝大部分的功劳都是他们自己的。洋人为什么一边建设上海，一边用可丽林毁掉上海？这就是洋人，口口声声说为我们好，其实在他们心里，中国还是低他们一等。就拿可丽林来说吧，自己国家卖不出去，就想方设法拿到中国来卖。在利益面前，他们很少会顾及人性。说白了，人弱被人欺。他们这样就是因为大清太弱了。其实，在四川的时候，我已经明白了，中国其实一直贫穷，无论是你们还是我们在洋人面前永远不会志气节
怎么了？没什么，我只是觉得阿义长大了，有时候我都觉得不可思议。你真的是刚来北京的那个小马贼吗？你们查到什么地步了？关键证据有2个，一个是海关的报批文件，一个是药理报告。海关那边暂时没戏，我现在只想把药理报告弄到手。直接拿可丽琳化验不就得了？化验只能够查出可丽琳含有违禁成分，但是并不能证明是洋人在贩毒。什么意思？药理报告经过多方盖章签字，可丽琳现在合法，我们就是查出问题，他们也会推卸责任。明白了，意思就是说，必须证明他们篡改或隐瞒了药理报告部分内容，才能证明他们有罪。聪明，跟你说话就是不费劲。那你们有线索了吗？东西就藏在太和洋行的保险柜里，我跟43已经定好了计划，明天晚上就把它偷出来。这事算我一份，我也要去。你就算了吧，你跟我们待一起多不合适。禁毒这件事情，无论将来是谁来掌控这个国家，都应该做。阿义，我们已经做好了全盘部署。别求我，这事儿我还得听你姐的。我有时候觉得咱们燕世藩这个名字，应该是有别的含义。什么含义？燕世藩，似乎我们所有人都在经历一场人生的浩劫，都在用我们的血肉之躯去调研一个逝去的时代跟王朝。哥，等结束上海的任务，你跟我走吧，我们一起去南方。姐，你也跟我来吧。阿义，你的选择没有错，中国的未来一定有希望，但这个希望是属于你的，和我没关系。哥，阿义，我们知道你是好意，可是这件事情就不要再提了。阿义，路在你的脚下，好好走。至于我们，能把现在我们想做的事情尽力做好、做成，我就心满意足了。是不是我离开了燕世藩，你们真的把我当外人？当然不是。那你们现在怎么看我？无论世事变成什么样子，我们永远都是兄弟。我也永远是你的姐姐。好好支持我，知道吗？哥，爷，哎，杨真，你怎么还活着？你怎么来的这里？哥，没想到这小子还活着吧？今天下午他突然就进屋了，一进屋就在那跪着。我问他什么都不说，非说等你回来。你不是要等爷回来吗？他现在回来了，你倒说话。